好，我们今天来救一下这个年级德国存档。关于存档的描述，上一期存档锐评我已经粗略的讲过了。经过我一番研究，我发现这个存档虽然德国的生存空间已经被意大利剥夺完了，并且意大利很自私的开了一个有限出口，把资源全部收为己有了，但我们还是能顽强的发育起来，并且击败周围的 AI。所以这一期视频我觉得并不算是旧存档啊，就当是存档代打好了。我们来讲一下具体的思路吧。首先先说一下这个存档我们要面对的几个困难。因为这个存档是年级存档，所以之前几个队友他们的战争目标是并没有宣战的，一旦 AI 接管，他们就会开始疯狂宣战。当我们接手这个存档之后，保加利亚会立刻对土耳其宣战，然后日本会立刻对美国宣战。这样一来，我们迅速灭亡英国，从而谈判吃地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。然后就是 AI 的海军和陆军控制，目前我们还是能抢到英国这边制海的，但是 AI 接管之后啊，他们就会把船开走了。我们后续想通过制海权登陆英国还是没什么机会。最后就是迫在眉睫的红色威胁了，现在已经42年的4月份了，大概再过个大半年，苏联就要对我们宣战了，所以我们的主要对手还不是英国啊，还是这个苏联。目前我们因为没有船，岛上的部队是一个都撤不回来，所以我们还得重新造一波部队来对抗苏联。到了这个阶段，只能感叹我们德国实在太强大了，就算队友把地吃完了，把资源抢完了，我们照样能发育起来啊。就算征服经济给我们整了一个100消费品工厂的大礼包，但我们可以开总体战，只要总体战启动了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还好上一任德国玩家给我们留了巨量的政治点和经验值啊，让我们有很大的发挥空间。接下来就看我操作吧。接手德国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把英国岛上的部队全删了啊，这些部队没有运输船，肯定全回不来。我们把还没被包围的部队全删掉，还好这边有一个港口，这些部队是能直接带着装备一起折越回家的。而北边的部队就没办法了，我们现在把它删掉的话，会损失所有装备和80%的人员，也就是说只有几万人能跳下水游回家，这个太难受了，所以我决定让他们坚定守住啊。如果觉得自己基建能力很强的话，甚至可以在这边瞬间给他修一个海军基地出来，这样的话我们不就有港口了。经过我的估算，这些部队都已经是残缺不全的步炮师了，一个港口还是太贵了，我决定让他们拖住英国人。在大规模删部队之前，我们先做一下新编制，因为部队全部删完之后，我们的总部队数量会影响到我们新造部队，所以先把新造的部队拉出来。这边先复制一个40宽的纯部训练师出来，然后给他拉个48个，因为我们待会儿打苏联肯定是需要72个师的，48个师直接开造啊，虽然我们没人力，但是先把它放在这儿，然后再开始删我们前线的部队。先把这些可以删的都删掉，像这种正在撤退中的不要管，因为他们是被包围的状态。后续这边也是啊，直接删，都是没什么状态的了。英国这个岛我们也没什么留念了。北边这一块的话，我倒觉得有机会能突围啊，看看能不能往下打到这个港口突围。上面的话想要打到斯卡帕湾没什么可能，不过看地形的话，这边有个岛，实在不行我们也可以当这个海岛骑兵啊。岛上的部队操作完了，我们再操作一下本土这边的部队啊，这边好歹也是有19个师的，把装甲师先抽出来啊，4个完整的装甲师去管一下葡萄牙这边，把法国人先打下海，然后其他的部队拉一点放到丹麦这边来，把它先收了。剩下来部队我决定还是直接转成装甲师开始训练吧，毕竟我们急缺装甲师，待会儿队友如果打土耳其的话，我们还得过去帮个忙。考虑到我们之后需要大量的田线师防守一下港口，这边再补72个武部师。科研方面的话，他已经开始超前点43年科技了，这个没必要啊，我们先把飞机科技赚起来。没想到他连计算机和后勤连都没研究，那先把这些都点上。生产线方面，枪和火炮我们这个时代都不怎么需要，所以全部不产了，全部降成1。先来20个支援连装备，20个卡车补一下状态，然后防空炮拉起来，毕竟空军优势目前没有。然后把坦克的设计重新改一下，虽然已经42年了，但我还是不想用改进型加农炮啊，毕竟 AI 的装甲率很低，我们还是用榴弹炮吧。
实在要穿甲的话，我们给部队再塞一个坦肩就行了。看了一下它的众多军工机构啊，是一个都没点，那就从头开始点一下。现在只能用曼恩这个厂商，这个厂商我不太喜欢用啊，因为它给的都是一些硬弓还有穿身什么的。方针这次倒是可以选一下偷工减料了，给我们快速补一下装甲数量。先这么设计吧，光看数据还行，毕竟是改进型底盘，贵一点也正常。接下来合成炼油厂并不着急补，因为我们军工太少，现在想造飞机有点困难。先把军工数量拉上来，再拉炼油厂。然后国策方面的话，我们这个中于元首还不能点，得等个60多天，那就先把这个军事成果展示点。内阁方面先安排安保总局局长，然后装甲奇才再来一个陆军重组。决议则是先把这些能拉战争支持度的全部点掉，我们要迅速把这个战争支持度拉到90%以上。再发展一下德国的中部和西部，把地全部种起来。船的话我们就全造运输船了，维修队列全部关掉，不给队友修了。一切都安排好之后，我们最后再调一下占领法案，全部改成戒严令。抵抗已经非常高了，不开戒严要出问题了，改成骑兵。这样差不多我们时间就可以开始了，先让时间走个几天，看看具体会有什么情况。这边部队应该是能败退出来了，败退出来之后全部删了，这样一下子我们人力就完全够用了，根本都不需要开这个按要求服兵役啊，开这个 debuff 实在吃不消。北边的话打不出来就算了，找人多的国家要了点镇压人力啊，这样的话我们也不缺这个镇压部队了。部队抵达丹麦边界之后直接宣战，这样白拿一个小弟，因为他们必须得登陆上来才能打，我们只要把沿海守好就行了。突然想起来火车忘造了，我们这个后勤能力里面还是比较缺火车的，赶紧拉10个厂造起来。岛上最后的部队感觉没什么挣扎的必要了，就算守住了也没什么意义，我们直接全删了。这边闲着无聊，再把其他一些能点的都点掉吧。首先是现代闪电战，然后特种部队里面点一个侦察连出来，再把军官团全部安排上。我们需要随机应变，你死我亡，然后进行准备。再给我们的曼施坦因升个元帅吧，现在急缺元帅啊。聚拢了一下大陆上剩余的残兵，我们又整合了22个装甲师出来啊。现在我们德国巨强无比啊。这边再夺取一下黄金储备，降一下我们的消费品工厂，管它有没有呢，全夺了。夺完之后我们就可以点这个兼并外国工业了。这边保加利亚沙皇国对土耳其宣战啊，正好我们22个装甲师立刻冲过来。我们这么多装甲师想要征发一个土耳其还是轻轻松松啊。接下来就是争取一路打到埃及去啊。48个主力师造的差不多了，直接放下来，我们在海边上先训练起来。田线式的话倒是不着急了，毕竟没人力了，先存着。在我们不懈努力的拉战争支持度之下，总算拉到了90，这样我们可以直接开总体战了。我们急需一场总体战来翻盘了。土耳其这边也是进展神速，只要我们能拿下整个土耳其，待会儿和苏联开战，偷一个巴库，石油就不缺了。这丹麦居然在寻求独立，我真的难崩啊！直接跟他把部队全要过来吧，帮我们去守一下土耳其的这些小岛。苏伊士运河这边停留的英美部队非常多啊，我们得先修一个港口，做个补给站出来，再继续推进。很快点完了中于元首，目前我们德国也是全胜状态了。虽然这个消费品问题很难解决，但我们还是能压到13%，并不影响我们的建设。总体战加女性劳工，让我们又多了1%的人力啊！现在人力也蹭蹭涨上来了，把我们要造的部队都爆出来。运补给的港口已经修好了，但是想要顶过这个苏伊士运河还是有点困难啊。这边夹击一下看看，对面这个坑早就挖好了，我们现在这个数值完全不够啊。情报网总算够了，先找苏联做个合作政府吧。48个主力师已经训练好了，直接改编制吧。这些部队用来扛苏联前线，不着急消灭苏联，我们先蹲他一波。因为目前中型坦克差的还很多啊，所以就改一个4坦的编制。可能这个时间点苏联会有一些装甲，我们设计一个中坦间来拉一下装甲厚度和穿身。中坦间我们只造一个营的，所以直接肉装启动啊，把这个装甲厚度拉到127。英国这波登陆的规模还挺大，大概有20多个师，正好我们在家训练的装甲师可以拉过来。这波是直接给英国人包圆了。
装甲师合围一下。这次我们是成功反杀了英国近20万，还可以。到了42年底，苏联对我们宣战了，接下来就是消灭苏联了。我们不着急进攻啊，先在这边防守一段时间，毕竟装备什么都没补齐。波兰的总督府我们可以不拉进战争，这样的话还能缩小一下这个防守空间。目前我们不还手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油不够用啊。我们这个油想要足够的话，得专门找一些国家去买。现在先省钱。在这边挂机到了5月份，感觉差不多可以开始反推了。我们这边改一下编制，前线的主力装甲师改成这种10步5坦加1中坦肩的配置啊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有500软，然后61的装甲厚度以及56的穿身。感觉接下来中坦也不是特别缺了，取消一些中坦，我们开始造飞机。还是经典的设计，先来几十个厂开始跑产能吧。接着再找所有能买油的人把油买满啊！接下来就是直接拉盟友进战了，这边把战线重画一下，休整了几天，装备基本上都补充到前线了，我们直接开冲啊！目前苏联仅损失了70万，我们甚至都没损失人，看看打完会怎么样。很快我们就全方位的击溃了苏联，接下来就是吃地打英国了。差不多就这样吧，地我是懒得吃了，主要是把资源和工厂给它吃回来就行了。接下来就是对抗最终的英国了。刚刚在苏联那边抢了一波船，我们现在船的数量应该是够直接拿制海的，那我们直接登陆得了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开罗这边也是完成了一波突破啊，又可以歼灭一波英军了。这波在加莱这边直接吃掉英国30多个师啊，他上来这么多，没想到这波吃完英国应该完蛋了。
我觉得这个年级存档真的有点问题啊。实现自给自足要求是所有核心地区被德国完全控制，我这边已经可以点了，但是因为这个布尔根南他在匈牙利手上，导致我点不了，这也太尴尬了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直接登陆英国吧。虽然我们没有空中优势，但是地面优势还是能抢的。这边制海还差一点，所有飞机飞过来抢一下制海。Dann die Rosen dich zärtlich umkosen, denke zuweilen eine